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一个震撼医界的新发现，一种被称为三酸甘油酯克星的秘密武器终于被揭晓了。据说只要每天吃一次它，想让三酸甘油酯升高就比登天还难。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血管从此畅通无阻，一辈子远离高血脂、高血糖、高血压这三高，以及可怕的心肌梗塞和脑梗塞。这并非天方夜谭，而是真实的科研新突破。我们今天就深入聊聊这个话题，看看三酸甘油酯是如何被这位克星狠狠压制的。首先，我们得了解一下什么是三酸甘油酯，以及为什么它让医生们如此头疼。简单来说，三酸甘油酯就是血液中的脂肪，是人体储存能量的一种方式。当我们吃太多不需要的热量时，不管是过多的油脂还是糖分，身体都会把它们转换成三酸甘油酯，存放在肝脏或脂肪细胞里。换句话说，你血液里的三酸甘油酯数值就像一面镜子，反映出你最近吃进去多少多余的热量。如果三酸甘油酯过高，血液里就好比混入了太多油脂，变得粘稠，时间长了就容易在血管壁上积聚脂肪斑块。这些斑块就像血管里的油泥，会让血管变窄变硬，血液不通畅。久而久之，高血脂引发的动脉粥样硬化就找上门来，严重时可能造成血管堵塞。一旦心脏的冠状动脉被堵，就是心肌梗塞；脑部血管被堵，就是脑梗塞中风。所以高三酸甘油酯经常被称为隐形杀手，因为它不痛不痒，却在默默损害着我们的心血管健康。更麻烦的是，三酸甘油酯往往和其他健康问题结伴而来，构成可怕的三高。许多高血脂患者同时也有高血糖、肥胖或高血压，这些因素相互影响，形成恶性循环。例如，高血糖的人，身体常常处于一种糖分过剩的状态，过多的糖转换成脂肪，让三酸甘油酯节节攀升，而高三酸甘油酯和肥胖又会影响胰岛素作用，使血糖更难控制。同时，脂肪堆积还会导致血压上升，难怪我们常听到三高一起来，他们就像狼狈为奸的三个坏家伙，一起威胁着我们的健康。而其中三酸甘油酯的危险更容易被忽视，因为大家提到血脂，往往只注意胆固醇这两个字。其实三酸甘油酯升高带来的危险一点不输胆固醇，不仅伤血管，它还是脂肪肝的重要诱因。如果肝脏里面积聚了太多三酸甘油酯，就形成了脂肪肝，时间长了可能演变成肝炎、肝硬化，甚至增加肝癌风险。说到这里，你就明白为什么医生们都很怕三酸甘油酯过高，它就像在体内埋下一颗慢性炸弹。既然三酸甘油酯这么危险，我们当然想尽办法对付它。以往降低三酸甘油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一提到降血脂，很多人先想到的是改变饮食结构，少吃油炸、高脂肪的食物，甜食、含糖饮料也要管住，最好再减点体重，多做运动，这些确实是基本原则。然而，实践中不少人会发现，就算努力控制了饮食，坏胆固醇或许降下来了，但三酸甘油酯仍然顽固地居高不下。市面上并没有针对三酸甘油酯的特效药，有些降胆固醇的药物，例如他汀类，对三酸甘油酯效果有限，而专门降三酸甘油酯的药，例如鱼油胶囊或非诺贝特等，并不适合所有人，且往往需要比较大的剂量才能见效。医生们常说，治疗脂肪肝没有灵丹妙药，减重和节制饮食是唯一方法。可见，要把三酸甘油酯降下来，往往得靠生活方式的大变革，光靠吃药是不够的。而对很多意志力有限或者忙碌的人来说，改变生活方式谈何容易？因此，三酸甘油酯高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都非常普遍，堪称现代文明病的一大难题。就在大家为这顽固的三酸甘油酯犯愁的时候，2023年年底，医学界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，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对付三酸甘油酯的天然克星。这消息一出，真的可以说是轰动了营养与医学领域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个发现意味着我们可能不需要透过艰难的节食或昂贵的药物，就能大幅降低体内的三酸甘油酯水平。研究发现，只要一个简单的饮食改变，在短短几个月内
就能让三酸甘油酯降幅将近40%。是什么样的改变有如此神奇的效果？答案可能会让你跌破眼镜。原来克星不是别的，正是一种平平无奇的淀粉。等等，淀粉，很多人一听到这2个字肯定满脸疑惑。淀粉不就是我们平常吃的主食吗？米饭、面条、面包、玉米、马铃薯，这些都是淀粉含量很高的食物。而传统观念里，淀粉吃多了可是会让血糖升高，身材发胖的啊？怎么淀粉反而成了降血脂的英雄了呢？关键就在于这并非普通的淀粉，而是一种叫做抗性淀粉的特殊淀粉。它之所以被称为抗性淀粉，是因为它对消化有抵抗性。也就是说，吃下含有抗性淀粉的食物后，这种淀粉不会像白米饭那样很快被小肠消化分解成糖分，而是顽强的抵抗消化酶的攻击，一路几乎完整的通过小肠到达大肠。换个形象的说法，抗性淀粉就好像碉堡里的特种兵，一般的淀粉在消化道里冲锋陷阵，很快就阵亡，被分解吸收变成葡萄糖。但抗性淀粉非常刚烈，一路冲到肠道的最后一站都不太投降。正因为如此，它在营养学上表现得更像膳食纤维，而不是普通淀粉。它提供的热量很少，每克只有约2到3大卡。相比之下，一般淀粉每克约4大卡，却能带来跟纤维类似的种种好处。科学家们早就注意到膳食纤维有益于控制血脂与血糖，但是抗性淀粉作为一种特殊纤维，直到最近的研究才揭示了它惊人的潜力。在2023年9月发表的一项研究中，研究人员招募了200位有脂肪肝问题的受试者进行实验。脂肪肝其实就是肝脏里堆满了脂肪，而这脂肪很大一部分正是三酸甘油酯。这些受试者被随机分成2组，一组每天在饮食中加入一定分量的抗性淀粉，另一组则作为对照，吃的是等热量但不具有抗性的普通淀粉，例如一般的玉米淀粉。除了这个差别，它们在热量和营养摄取上保持相似，然后持续观察它们4个月的变化。4个月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算短。许多人减重或改善健康指标，往往得花上半年、1年才能看到显著效果。然而，这项研究在短短10几周里就取得了令人惊喜的结果。首先，吃抗性淀粉组别的肝脏脂肪大幅下降，它们脂肪肝的严重程度指数从原本的24降到了13，数值越低，表示肝脏脂肪含量越少。简单说，肝脏里沉积的油脂减少了将近一半。更具体的数据是，肝细胞内的三酸甘油酯水平下降了接近40%之多。要知道，目前在临床上并没有任何药物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把脂肪肝改善40%，可见这个效果令医生们都感到震撼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受试者的体重也平均从83公斤降到了78公斤，减轻了大约5公斤左右。但请注意，科研人员强调，抗性淀粉对脂肪肝的改善并不仅仅是因为减重，也就是说，即使有些人体重没有明显下降，改用抗性淀粉之后，肝脏脂肪囤积也减少了，三酸甘油酯一样大幅降低。这说明抗性淀粉在体内发挥了某些特别的作用，并非只靠热量变少或体重减轻来见效。相比之下，那些吃普通淀粉的对照组就没那么幸运了。他们4个月下来，脂肪肝指数几乎没什么改善，体重也没有明显变化，血液里的三酸甘油酯该高的还是高着。这仿佛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实验，相同的热量，不同的淀粉，结果竟然天差地别。吃抗性淀粉的那组人，体内像是发生了一场大扫除，肝脏里积存的油脂被扫掉了一大堆，而吃普通淀粉的人身上依旧油腻腻。这样的结果难怪让医界为之振奋，因为它提供了一条全新的、简单可行的降脂途径。那么，抗性淀粉究竟是通过什么魔法来降三酸甘油酯的呢？科学家的进一步分析揭示了其中的奥秘。原来，抗性淀粉对抗三酸甘油酯主要有以下几大绝招。第一招，阻止血糖飙升，间接减少脂肪囤积。我们都知道，吃下1碗白饭或其他精致淀粉后，血糖往往会快速上升。如果这时血糖用不完，身体就会把多余的糖转换成三酸甘油酯存起来，导致血脂升高。这也是为什么爱吃甜食
含糖饮料的人血脂常常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。抗性淀粉则不一样，它消化吸收的非常慢。当你吃了富含抗性淀粉的食物，小肠就像对着一块难啃的硬骨头，无法很快把它分解成葡萄糖，所以进入血液的糖分是缓慢、稳定的，不会出现一次大量的涌入，血糖不剧烈波动，胰岛素就不会过度分泌去抓糖，也就不会把太多血糖打包成脂肪存起来。形象地说，抗性淀粉相当于给糖分装上了减速带，让它慢慢释放能量，身体有充裕的时间把糖原分配到肌肉等需要能量的地方去，而不是一下子堆积成脂肪。所以抗性淀粉能稳定血糖，从源头上减少了内脏堆积脂肪的机会。第二招，养好肠道菌，灭火慢性发炎。抗性淀粉一路顽强地来到大肠，终于迎来它的知音，肠道里的好菌。人类无法消化它，但肠道细菌喜欢它，把它当食物发酵利用。在这个发酵过程中，会产生一系列对人体有益的代谢物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短链脂肪酸，例如乙酸、丙酸和丁酸等。尤其是丁酸，被科学家视为肠道健康的宝贝分子。丁酸等短链脂肪酸有很强的抗炎作用，它们可以降低肠道的慢性发炎状态，并修复肠道黏膜屏障。同时，肠道发炎减轻之后，某些不良物质，例如细菌类毒素 LPS， 就不容易大量跑到血液和肝脏去捣乱了。这一系列变化，透过所谓肠肝轴机制，大大减轻了肝脏的负担。之前科学界就知道，肠道菌丛失衡和慢性发炎会导致肝脏产生更多脂肪，引发脂肪肝。而现在，抗性淀粉提供了改善肠道生态的利器，等于从另一个角度抑制了肝脏合成三酸甘油酯的开关。就好比原本肝脏受到肠道不健康信号的刺激，在拼命囤积脂肪，但抗性淀粉让肠道环境变好了，肝脏收到的是和平信号，囤脂行为就停下来了。第三招，增加饱足感，减少热量吸收。抗性淀粉还有个物理层面的优点，由于它消化较慢，而且本身提供的有效热量也较少，往往吃了含抗性淀粉的食物后，人会觉得比较有饱足感，而实际吸收的热量却比吃等量普通淀粉要低一些。比如同样一碗饭，如果其中一部分淀粉是抗性淀粉，你吃完可能同样觉得饱，但是摄取的热量减少了，而且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还有抑制食欲的效果，让人没那么容易饿。长期下来，这有助于控制体重。不少人使用抗性淀粉辅助减肥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体重减轻，三酸甘油酯通常也会随之下降，一举两得，良性循环就这样建立起来了。正是凭借以上这几大绝招，抗性淀粉成为了三酸甘油酯的克星。有专家甚至戏称，抗性淀粉是在和我们体内的脂肪打游击战，它不硬碰硬的直接溶解脂肪，而是从源头和环境两方面夹击，让脂肪难以形成、难以囤积，自然而然地降低了血脂和肝脂。想象一下，当你每天餐桌上有了抗性淀粉这号盟友，你的三酸甘油酯就像被钉上了盖子，不再无限制飙升。难怪说让它升高比登天还难。了解了抗性淀粉的威力，很多人一定很好奇，生活中要怎么吃到抗性淀粉呢？其实抗性淀粉并不稀奇，我们日常不少食物都含有它。我们可以将抗性淀粉分成几大类型和来源：天然全谷和豆类、全谷物，例如糙米、燕麦、小米、薏仁、全麦等，以及各种豆类，红豆、绿豆、黑豆、扁豆、鹰嘴豆等等，都富含抗性淀粉。这些食物的外壳或胚乳中往往有较多未被精制的淀粉，消化起来比较费劲，因此它们的升糖速度也较慢。很多营养师一直提倡用糙米或全麦取代白米白面，就是因为全谷比精制淀粉多了大量的抗性淀粉和纤维。未熟的或生的副淀粉食物，有些淀粉在生的状态下很难被消化，比如未成熟的香蕉、青香蕉、生的马铃薯、芋头、生地瓜等都含有不少抗性淀粉。当然，我们一般不会生吃马铃薯或芋头，那不好消化甚至有毒。但像青香蕉已经成为一种网红健康食材。
有人会把稍微深色的青香蕉加入优格或奶昔中，因为它富含抗性淀粉又有较少的糖分，比熟香蕉更适合需要控制血糖和血脂的人。煮过再冷却的淀粉，这一类可能是最妙的发现了。许多原本易消化的淀粉，在煮熟后冷却的过程中，其中部分淀粉会重新结晶老化，转变成抗性淀粉。常见的例子有冷饭、冷面、凉的马铃薯或地瓜。过去有研究发现，刚煮熟的白米饭如果放进冰箱冷藏24小时再取出加热食用，其抗性淀粉含量是刚煮好时的2倍多。也就是说，前一天的剩饭其实比新鲜白饭更不容易让血糖飙升。在日本和台湾，很多人爱吃饭团、握寿司，其实那种米饭通常在室温放凉后才捏制，多少就利用到了米饭冷却后产生抗性淀粉的特性。又例如最近很流行的隔夜燕麦，不用煮，将燕麦含牛奶或优格混合冷藏过夜，也因为在低温浸泡的过程中增加了抗性淀粉，所以比热腾腾的燕麦粥更适合控糖控脂的人。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，有时候剩饭冷菜并非一无是处，反而更健康。只不过要注意冷却的方式和时间，以利抗性淀粉形成。加工产生的抗性淀粉，食品工业中也有透过技术手段改变淀粉结构，制造出抗性淀粉的例子。一些高纤维谷物棒、代餐粉、五谷杂粮冲泡饮品中常标榜含有贝塔葡聚糖或其他抗性淀粉成分。贝塔葡聚糖其实是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，存在于燕麦、菇类中，严格说不完全等同于抗性淀粉，但效果类似，也能延缓碳水吸收，降低胆固醇。在此也提醒一下，如果选择这类加工产品，要注意其糖分和热量是否过高，毕竟有些标榜高纤的产品可能同时加了很多糖，那就适得其反了。说了这么多，你可能已经开始盘算，是不是从明天起就要多吃点冷饭、冷面，或者改买糙米、绿香蕉囤在家。慢着，在付诸行动之前，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得了解，免得好事变坏事。首先，食品安全很重要。我们鼓励吃冷却后的主食，是为了增加抗性淀粉，但冷饭并不等于隔夜放到坏掉的饭。如果你打算把米饭、面条煮好留着下一餐吃，一定要及时放凉并冷藏，在室温大约20-30度的环境下，淀粉类食物放置超过1-2个小时就很容易滋生细菌，特别是一种名叫仙人掌杆菌的细菌，也就是蜡样芽孢杆菌，最喜欢待在剩饭剩菜里繁殖。一旦吃进肚子里，轻则拉肚子呕吐，重则食物中毒上医院。这就是有名的剩饭菜食物中毒事件常见元凶。所以吃抗性淀粉绝对不是叫大家吃坏掉的冷饭，正确的做法是煮熟的淀粉食物要尽快冷却，可以分装成小分量，加盖放进冰箱保存，需要的时候取出来。如果隔夜要吃，最好重新加热至全热透再食用，至少70度以上温度，可杀死大部分细菌。的确，加热会使得一部分抗性淀粉又转回可消化状态，效果略减，但安全最优先。另外一个折中的方式是像隔夜燕麦那样，把食物一直放在冰箱冷藏状态下食用，全程低温也比较不容易细菌滋生。但不管怎样，食物保存的卫生千万要注意，别为了追求一点抗性淀粉，反而吃出肚子痛就划不来了。其次，抗性淀粉并非万能丹，也不能无限量地吃，它可以帮助控制体重、血脂和血糖，但不代表含抗性淀粉的食物就没有热量，不会让人发胖。如果你抱着我吃的都是抗性淀粉，所以怎么吃都不胖，这种心态猛吃冷饭、地瓜和各种全谷杂粮，结果热量摄入超标，一样会发胖，三酸甘油酯照样可能飙高。抗性淀粉厉害的是在同等热量下带来更多健康益处，而不是让你可以摄取更多热量。打个比方，你平时白饭吃2碗，改成多鲜的糙米饭2碗，这很好，但可别因为觉得糙米有好处就吃上4碗，那热量爆表，所有好处都被过量热量抵消了。还有一点，有些人第一次摄取大量抗性淀粉，比如突然吃很多豆子、燕麦时，肠胃可能会出现胀气，
这是因为肠道细菌突然得到太多发酵原料，会产生较多气体。通常这不是坏事，表示肠菌在工作，但为了避免不适，建议一开始循序渐进增加摄入量，让肠道有个适应过程。最后，回到我们健康管理的大原则，均衡生活，全面防范。抗性淀粉的确是令人惊喜的利器，但我们还是要强调整体生活方式的重要性，要远离三高和心梗、脑梗，不可能只靠一种食物就万事大吉。我们应该把抗性淀粉当作日常饮食的一部分，同时搭配其他健康习惯。例如，除了抗性淀粉，多吃其他的高纤维蔬菜水果也很关键。这里特别提一下，菇类这种食材，香菇、金针菇、黑木耳等各种食用菇，虽然不是淀粉，但含丰富多糖体和膳食纤维。医生临床发现，菇类能帮助稳定血糖、降低胆固醇，甚至有血管清道夫之称。曾有位35岁的年轻男性体检发现三酸甘油酯高得吓人，竟然是正常上限的4倍以上。他本身还有糖尿病和肥胖问题，甚至因血脂过高导致下肢动脉阻塞，不得不装支架打通血管。医生当时就警告他，再不控制，哪天要是脑部动脉堵了，恐怕就中风瘫痪了。于是给他的饮食开了一个处方，每天在餐里加入各种菇类，并严控糖分油脂摄取，同时配合有氧运动。仅仅3个月后，这位患者体重减了10公斤，血糖从危险的 8% 以上降到接近正常值，而他的三酸甘油酯也应声大降，恢复到了接近正常的范围。这个案例生动地说明，膳食纤维和营养丰富的食物是保护心血管的好朋友。抗性淀粉只是众多有益成分中的一种，我们还应该均衡摄取各类天然食物，比如富含 Omega-3 脂肪酸的深海鱼，有助降低血脂；富含维生素 E 和酚类的坚果种子，帮助抗氧化，保护血管；含钾高的深色蔬菜水果，协助控制血压等等。当我们把整体饮食都调整到健康模式，再加上规律运动、充足睡眠，身体的三高问题将会被全方位围剿，心梗、脑梗的风险自然大大降低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再回顾一下那个令医界震撼的新发现，原来就在我们一日三餐中，三酸甘油酯克星抗性淀粉的出现，让控制血脂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而有趣。我们不需要额外花钱买神奇药丸，只需要聪明的选择吃进肚子的碳水化合物，把精致淀粉换成粗糙一点、耐嚼一点的好淀粉。每天吃上这么1次2次，看似不起眼的小改变，长期坚持却能累积惊人的效果。你的血液将变得干净清爽，血管仿佛年轻畅通无阻，三酸甘油酯再也无法肆虐横行，胆固醇也会乖乖随着好转的饮食而改善。曾经高高在上的血糖，因为有了抗性淀粉的缓冲，也变得平稳听话。三高渐行渐远，健康渐行渐近，你等于为自己添了一份强有力的保险。想象未来某一天，你去健康检查，报告上的血脂、血糖、血压都在理想范围。医生惊讶地问，你怎么做到的？你微微一笑说，我吃对了淀粉。这将多么令人欣慰和自豪。当然，我们也要保持理性，任何好习惯都需要长期坚持，才能真正换来一辈子的健康。但至少现在，我们看到了希望，对抗心血管疾病不再只是药物和手术的天下，聪明的饮食可以发挥巨大的威力。抗性淀粉的发现只是个开始，随着科学进步，未来也许会有更多天然食物的惊人功效被挖掘出来。到那时，我们或许真的能让心梗、脑梗这些人类杀手变得和恐龙一样灭绝。总之，从今天开始，不妨试着在每天的餐盘中加入抗性淀粉的元素吧。例如，早餐来一杯隔夜燕麦，午餐用糙米饭混点红豆，晚餐吃根蒸地瓜当主食，或是偶尔把热腾腾的白饭换成凉拌马铃薯沙拉。别小看这些改变，日积月累下来，它会在你体内构筑一道防线，让三酸甘油酯和坏脂肪无处可藏。健康的生活其实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，就从每一天、每一餐开始，让我们与这位三酸甘油酯克星并肩作战，守护属于我们的长久健康。